今天是给大家伙带来一个《三国战记119》完美版啊。这个玩法是什么呢？这个玩法是赵云天王难度尽血的通关，这是一个教程视频啊，就是说，很多人呢就觉得啊，我自己玩游戏很多血不够用啊。天王难度非常的恶心，就在于它没有血，对吧？啊，这个费血费的特别多，没有血就容易死命。而这个呢，咱们是禁血的玩法啊，所以说并不是特别难啊，最难的是禁血加禁地加一命。那咱这个呢，其实啊就跟一命没什么关系啊，这个就是告诉你们禁血怎么打啊。马超啊，不是赵云，马超啊，这个我跟赵云干上了啊。因为这个有一个叫马云组合，马超和赵云叫马云组合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玩法呢，你可以看到，也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连招啊，就是说，就是正常的打。这个玩法呢，就是可以学一学，也就是说，其实如果一个不小心，你狼都可以学啊，但是呢，你狼是不会学的，不会去花时间去练这个的，因为你看它有几个非常难的地方。马超首先对于新手来说非常的不友好，非常的不友好。那么怎么办呢？那对吧？那么咱们就只能靠一些赖招，比如说你像他这个，为了防止自己费血啊，因为他禁血不能吃血，费多少血就是废了，包括你升级啊加的血量上限也是废了，所以说呢，该废就废。他打这个小兵，你看啊，知道小兵刷在哪儿，然后利用下蹲 A 这个来打，这个下蹲 A 打这个小兵2下就死，也不考虑什么升级，也不考虑什么。对吧？这个问题了，只要安全就行。有一些兵太危险啊，所以说能秒则秒。再加上呢，你看有很多 BOSS， 如果你不会打怎么办？这里面咱们就可以教你怎么打了。马超这个人物呢，还有一点啊，就是他最起码还有一个属性键。虽然说新手对于马超来说呢，感觉非常恶心啊，但是呢，马超的这个拿上属性键之后呢，这个人还是有点输出能力的啊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好，由于玩了一宿王者荣耀，以导致我内分泌有点失调啊，赶紧先吃个苹果补一补啊！赶紧先吃个苹果补一补。然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件事儿，刚才我玩一宿王者荣耀，我狼的这个人气啊，说实在的，并没有少太多，就比我解说街机少了2/3啊！你当然啊，那肯定是少很多啊，但是呢就没那么多，不是说。对吧？比如说，假设我有100%的这个玩家观看，那么呢，解说的话就会有33个人来看啊，知道吧？就是我玩王者荣耀的话，解说视频的话呢，就会有对吧？就是100个人看。如果解说拳皇的话呢，就会有这个将近这么说吧啊，将近300人看啊。所以说拳皇的话应该是9倍，说街机的话是3倍。街机的话就是代表正常人气，贵族呢倒也少了多少。我们解说三国战记的时候，贵族最多应该是能达到400，然后这个解说合金弹头，贵族最多能达到将近500，啊，也多不了多少。恐龙快打也是300多啊。就是目前我狼对于这个人气的把控，解说拳皇97的话，巅峰时期可以达1000多的贵族，啊，1000多的贵族。相对于像最高人气的那个河池啊、灰灰什么的，还是有很大的距离。但是呢，他们最多也就是6、7千啊，也就差不多。我们差距不是特别大。当然，毕竟我狼一个解说能干到今天也不容易啊，给自己给人家大伙儿吹个牛逼而已。那么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，你看他既然对吧，想要也不摊分也不干什么的，他为什么还要走上路？其实怎么说呢？有的时候呢，玩游戏啊，并不像大家伙想象的。咱们小的时候有币，你们记不记得？无论这个游戏有多难，咱们都是走最时间最长的路线。那为了玩呗，对吧？你管这个路线怎么样的？为什么要啊？对吧？为什么要第3关走盘山道啊？不是说有天盾有七星灯，不是它宝多啊，有对吧？第一呢，它是有兵剑啊，它性价比比较高。第二呢，它的游戏时间非常长，对吧？游戏时间非常长。你如果不绕那个梦幽的话，还可以打很长时间的，你懂吧？啊。好，来看看，这边是御手这个马超啊，看看马超打嫂子啊。说句实在话啊，马超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
马超根本没有见过孙尚香，马超这辈子没有见过这个人啊，因为马超投降刘备的时候啊，最开始他是张鲁的人啊，投降刘备之后呢，帮刘备拿取西川，那个时候早就截江就阿斗了啊，兄弟们啊，对吧？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啊？马超有剑为什么用掌旗手？这里面我跟大伙讲啊，这个马超呢是什么呢？马超呢是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，对吧？世代公侯。而这个马超呢，他最牛逼的是啥？最牛逼的就是，对吧？按理说他应该使双锤，但是呢，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呢，说他使的是刀啊，是枪。什么枪呢？叫虎头战金枪啊。但是呢，这个你在游戏里当中呢，他这个设计呢，锦马超可能觉得用剑稍微帅一点，一看就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万人敌的武将，有点像一个刺客啊。所以说呢，设计的不是特别好啊。好，直接追地。由于咱们不是近地的啊，所以说各种小招都可以用。打这个嫂子呢，对于像咱们这种高手啊玩还是没有问题的。操作者呢是小李仔爆你的头。其实他这个玩法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就是没什么高操作。我说的就是不算走位，不算套路啊，就没有什么连招上的操作，什么1、2、3下蹲 A， 1、2、3、4前手唰唰唰啊，对吧？没有这些东西，但是呢依然牛逼。你只要对吧？你这个连招你不用会他的连招啊，就是有很多高手那种连招，像玩那个张飞有什么12连什么的啊，很多人说哎厉害，那你不用学他们的啊，你就是有些教程。就是本分啊，就是简简单单，就告诉你怎么玩就完事儿。就好比玩那个王者荣耀啊，你也不用玩太难，对吧？你比如说让你玩那个法师，你就一手妲己，一手小乔啊，简简单单的啊，什么玩个后羿啊这种射手啊，非就是战路，哎，鲁班就不花里胡哨啊，就厉害就行，对不对？锦马超的锦也不是你那个锦呐，你那个锦是一般都是名字里面带这个锦，对吧？他这个锦是锦绣的锦，对吧？这个形容这个马超呢，对吧？又勇猛又帅啊，高大威猛，然后呢长相还帅。演这个《三国演义》里面马超那个人是谁？你看后来演那个，后来他还演什么呢？演那个叫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那个《西游记后传》啊，不对不起，《西游记续集》里面的那个，对吧？里面那个黑水河啊，对吧？那个妖怪啊，是西海龙王的这个妹夫的儿子啊，妹夫的小儿子，对不对？大家伙有印象吧？啊，就是那个演员。然后这个演员还演什么呢？演那个康熙王朝里的那个魏东亭，对吧？这个对吧？你就是演员长得点帅啊，反正呢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单 A 下蹲 A， 其实这招其实挺难，兄弟们啊，我个人感觉单 A 下蹲 A 这招其实挺难的。但是这个确实要跟大家伙说一下啊，这个你得练，反正我是不会，我也不想练，我也不会练。他是怎么单 A 下蹲 A 的？这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啊。其实吧，我跟你们讲啊，新三国呢没有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差，它肯定是没有老三国好。但是我看新三国的评分啊，由于新三国呢，第一它比较接地气啊，比较接地气，就是说你看老三国有的时候吧，你有点文化，说难听点啊，你还真别不服，真一点文化都没有，文盲那种，他说的啥话你听不懂，对吧？文绉的，有一些那个小眼神、小内涵，有很多人吧不愿意。对吧？他不愿意去思考，他只能看新三国。我跟你们讲，而且新三国演技呢，也不是像大家伙那么不在线，而且呢，他把老三国的打斗方面上做的可能比老三国要再好那么一点点，在也不能说血腥，反正是也差不多，就是再那么一点点。所以说新三国的评分呢，如果让我给的话，新三国是值得评7分以上的。我给他评分应该是低于7.5分，高于7.2分啊，大概是7.2到7.5的区间。这个分数在国产剧当中不算低，兄弟们不算低。而老三国呢，我给他肯定是要在9.5分左右的。
当然豆瓣评分它不是特别高啊，不是特别高啊，应该是9.4吧，还9.3，我忘了。但是呢，依然在我心中是经典。但是我觉得新三国吧，由于新三国吧，它花钱不新三国老三国呢，它花钱花的这个花钱花的虽然多，但是呢不均匀啊，确实不均匀。有很多那个葬礼的戏啊，都是放在一起拍的啊，比如说你像对吧，那个诸葛吊孝啊，哭周瑜，还有最后呢，这个大家伙儿知道啊，那个最后呢是司马昭弑君，对吧？司马昭弑君呢，那个叫程济的人啊，这个听了这个对吧，听了贾充的话，然后把这个对吧，把这个曹芳啊给搞死了啊，曹毛把曹毛搞死了之后呢，这个对吧？大家伙儿能理解吧啊？新三国烂尾，新三国连开头都没有，兄弟们啊，新三国连开头都没有。你看老三国先是一个旁白，天下大事，对吧？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对吧？从这个汉武帝刘邦斩白蛇起义开始，经历了西汉啊，然后呢，对吧？然后他讲王莽篡汉，对吧？王莽篡汉，建立新朝，对吧？东汉光武帝刘秀啊，是正经的这个皇族后裔，建立了东汉王朝啊。东汉王朝呢，这个开始了之后呢，又对吧？东汉中年的时候宦官酿祸啊，这个导致呢这个对吧频繁更换这个皇帝，然后呢这个政治上非常嘚儿啊，各种什么商帝啊，什么对吧？什么少帝啊，少帝是后来商帝，什么灵帝啊，桓帝。啊，还有什么啊，这全小孩儿，有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冲地啊，就说死就死了啊，什么质地什么的啊，这很嘚儿。然后呢，桓帝、灵帝，到最后汉灵帝，汉灵帝呢虽然说是昏君，但人家那个时候呢也正儿八经，再是昏君人说昏君吧，说明他还是能把握政权的啊。后来呢你也知道了，他死了之后呢，这个时常是乱政啊，时常是乱政，先是少帝，然后呢后来是献帝。他跟你讲这个黄巾起义，对吧？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，岁在甲子，天下大吉啊！黄巾起义时常是乱政啊，什么黄埔宗啊，像这帮人啊是平乱，到最后呢，刘备他们也平乱，对吧？也是打这个黄巾军，对不对？他讲的非常明白。而这个新三国一上来就他妈的是董卓霸京师，一上来就是董卓霸京师啊，他都不跟你讲这个什么。就像咱就是好多人都没有牌面的，你知道吧？什么大将军何进啊，这些都没有牌面啊，一点牌面都没有。时常是还有这个啊，这个少年就应该说是青年曹操跟青年袁绍啊等等人啊都没有讲啊，你这个就虎对吧？这个头也不好，尾也不好。在司马懿去世之后啊，这个电影这个连续剧就结束了啊，对吧？啊。所以你懂的啊，这个东西就这个意思啊。反正我就认为新三国呢，有几个地方还是值得好的。比如说新三国的曹操啊，他虽然比不上鲍国安老师，但是呢，他演的跟鲍国安老师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曹操，对吧？他俩的曹操是不一样的啊。应该说鲍国安老师演的好，是因为他把曹操那种皎洁的那种劲儿演出来了啊，奸雄。而这个陈建斌演的比较阴狠啊，比较阴啊，这个都挺好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包括安老师的啊。刘备呢，孙彦军把刘备的那种仁义演出来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是我对吧？我打了一辈子仗就不能享受吗？节日奏乐，节日舞啊，我二弟天下无敌。演刘备的这个对吧？他把这个刘备这种阴险，就刘备看似啊，对吧？很好，但是呢，他把刘备这种就是帝王气质啊，还有这种阴损气质也演出来了，对吧？这个你懂吧？这个很厉害啊。有的时候演员也好，导演也不错。老三国评分高，新三国评分低，但是没那么低
我觉得都不错啊，都不错的啊。你他妈能不扯三国了吗？那我扯啥呀？好，我们看啊，马超呢，最开始啊，马超呢，他最开始是在《西游记》当中啊扮演那个黑水河的那个妖精啊，西海龙王。然后呢，魏东亭啊，我他妈我不讲三国，我讲啥呀？啊，新老三国的诸葛亮怎么说？我实话实说，陆毅啊，你们把他看的好，感谢刚才我的孟冲哥2手办卡，加上我们的欧文哥5手办卡。看来还得是街机游戏才能出礼物啊！虽然说我要礼物有点狗，但是我没要，大家伙就给我，说明大家伙还是挺我的啊。这个是这样的啊，陆毅呢，我个人说吧啊，就是他完全没可比性，但是也没那么差。陆毅演的这个诸葛亮呢，把诸葛亮的这个帅气演到了。陆毅这个人呢是演不了这种，我感觉他是演不了什么样的角色呢？说难听点。他真演不了侯亮平那样的角色，他也演不了诸葛亮这样的角色。你让他演，说白了吧，真的是不合适。不是说陆毅这个演员不好，陆毅还演了一个电影啊，还演了个电影。那个电影呢，应该是证人，不是什么线人，我忘记了啊。反正是渣渣辉跟那个谢霆锋，他俩对吧，都调过来。一个在这个电影里面，他是那个线人，他是警察；在那个电影里面，他是线人，他是警察。啊，我忘了是哪部了。那里面陆毅就演了一个愿意抢劫金库啊、抢劫银行，还不是抢劫啥的这么一个黑社会老大啊，黑社会老大。但是呢，他演的就不好，他演这个黑社会老大就不好，懂吧？应该是线人，那他演的就不好。他演诸葛亮呢，说白了已经演得很好了。第一，他实在是不适合演诸葛亮，我是这么，他除了长得帅一点点啊，把诸葛亮那个英伟。把诸葛亮那个帅气的那个面演好了，确实是，但是啊，这个不适合啊，我个人觉得，包括侯亮平那个角色，我觉得也不适合啊。这个你像那个演那个达康书记那个人，大家伙知道吧？叫吴刚，演达康书记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看过他以前的作品，我告诉你不适合。但是呢，由于吴刚这个人啊，作为一个演员，他的适应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啊，凭借他的努力，他专门去到那个市政府开会啊，他就去看，他去看了能有1个多月啊，就学习这种就是厅级领导到底怎么，对吧？动作到底怎么开会，他真去学了啊，这个好演员。然后他把这个对吧？他把这个达康书记演的确实是啊，你知道吧啊？噔，好，来看看，这难度倒没啥，不过呢，高手嘛，对吧？你看到现在马超只挨了1下打，这可是天王难度啊！吴刚演潜伏也行，这个我跟你说，好的演员嘛，他不能光说在什么呢？就比如说咱们在那个影视学院啊，像早期香港。他没有专业的这个影视学院，这个香港他有那个什么无线什么培训班啊，什么亚洲电视是吧啊等等，他们呢就专门培训人才。学表演的时候呢会模拟，会什么呢？你像我也学过表演课啊，他会模拟情景啊，他根据你现在你想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，你现在身处在什么当中啊，身临其境。对吧？你是个什么人物？你的人物的角色定位，对吧？这个故事背景大纲啊，他都了然于胸。他不能演自己，陆毅有的时候有点像演自己，明白吧？这就是为什么啊？你看陈建斌老师演曹操，感觉他演什么都像演曹操，但是呢，他演得好。我觉得陈建斌老师演的最好的不是那个无名之辈那个电影，他演的最好的是哪个？是演《甄嬛传》里的皇帝。你会发现那个皇帝很像曹操，但是呢，我个人感觉，还就挺好。他把这个雍正这个人啊，这个人的这个帝王心狠呐，把这个帝王他又有爱，但是他首先是一个无情的帝王啊，再是一个丈夫，再是一个对吧父亲什么什么的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？陈建斌老师演的确实好，他演什么都像他自己，但是就包括陈道明演什么都像他自己，但是演的就是好啊，你没办法啊。
而这个陆毅吧，他演什么都像自己，有的角色他就不行啊，有的角色他就差点啊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。这个上下限比较窄啊，比较窄，对吧？同样你要知道，唐国强老师想当年演诸葛亮的时候，他很多人也是不信，说你对吧？你让一个小鲜肉，现在叫小鲜肉，当时叫奶油小生，你让他演诸葛亮，那不扯犊子呢吗？这一演上发现坏了，这就是诸葛亮这就是心目当中诸葛亮的样子。你像唐国强在挖掘机那块啊，为什么广告经久不衰？蓝翔那点破事大家伙都知道啊，但是呢，没有人去黑了那个唐国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个再是什么呢？再是你看，在日本唐国强老师啊也是很有人气，因为在日本人心目当中，诸葛亮是三国里面绝对男一号啊，绝对男一号的啊。不一样吧？康熙王朝啊，和这个雍正王朝的康熙是焦晃演的，但是呢，那个雍正王朝的这个焦晃呢，毕竟演的是什么？演的是老年康熙，演的是写实的。什么叫写实的？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就是你看起来非常真，非常自然，你会发现真实的这个历史，真实的这个对吧？这个帝王就是他那个样子，而这个唐国强演的那个康熙王朝，还是注重场面，注重一些场面啊，注重一些这种宏大的这种观，而且呢，特别咆哮啊。唐国强演的那个康熙特别的咆哮，这个就好比什么呢？不是说他演的好不好的问题，我不知道大家伙看没看过一个日本的一个电影啊，一个电视剧。现在已经出了2季了，叫半泽直树，对吧？是那个日本的国宝级的这个，对吧？这个电视剧演员芥雅人啊，也演的那个李狗嗨，就是跟那个谁，跟那个长泽雅美对立的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？我忘记了啊！妈的，我突然想不起来啊！就想都想不起来啊！真的是想不起来，无敌了都啊！陈道明不是唐国强，兄弟们啊！我一时口误啊，陈道明不是唐国强啊，唐国强演的是雍正，对不起，我知道大家伙能理解我就好了，我就是口误了啊，你知道我说的是陈道明就好了啊。然后呢，这个芥雅人演的那个半泽直树，他演的就是浮夸风格的，你看他那个银行，他演银行就对吧？东京什么中央银行的一个小职员，对吧？他后来又对吧？第二部到第一部、第二部。很多得罪他的人，当场这个仇该报就报了，对吧？今天这一集的仇，下一集就报了。你会发现这个芥雅人很厉害，很厉害。但是呢，这个半泽直树这个电影呢，它就是夸张型的，所有的角色都是夸张型的，都是那种舞台话剧的演奏风格。那些演员基本上都是话剧出身，都是演话剧的，他们就是要夸张，就是要咆哮。康熙王朝就属于这种。尤其是陈道明，对吧？他演的康熙，他就要咆哮，他得喊，他得气，他得骂。而焦晃呢，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忍，对吧？帝王亲术就是不能说啊，不能直说，知道吧？啊，兵剑也不要，他不要了啊，不要兵剑了啊。哎，对，新垣结衣，对，新垣结衣，我老想不起来。反正是正常是演什么相声的，这种就是说他抻头特别有。你看那个谁，这个孙红雷潜伏，厉害吧？这个就不用多说了，这个肯定是巅峰了啊。征服评分肯定是没有潜伏高，但征服这个电影深入人心，也是这个最深入人心的一个角色啊，对吧？然后什么男人帮。再加上像有在其他的角色，你像什么好男人啊，还有挺多角色吧，就感觉呢，孙红雷有的时候嘛，还是在演那个孙红雷。他演黑社会老大的时候，包括那个落地请开手机，他就是那个范儿啊，就是那个范儿，刘华强那个范儿。他演那个男人帮之后呢，对吧？他就是那种有点乖张啊，有点怎么说呢啊？这个人呢有点小毛病，但是呢笑呵呵。
啊，你看，包括他演那个好男人的时候也是，啊，也是，他在美国坐牢的时候又把那个刘华强的劲儿演出来了。他在当厨师的时候又把那个无耻啊，那个小地赖的那个地痞流氓那个小劲儿啊给演出来了。啊，演潜伏的时候，对吧？他这个抻头呢，虽然说不是那么广，但是还是有抻头啊，还是有抻头的啊。二炮手和一代枭雄，啊，对，也是。那个李幼斌也是，李幼斌演那个《亮剑》的时候吧，最开始呢他是不想接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太累了，他是怕累，因为他岁数大了嘛，怕累。他就是觉得，哎呀，太累了。这个我说实话，我赚这个我也不差钱儿，对吧？对吧？但是呢，他媳妇儿说，你这看完剧本你必须得演。他说，反正也是工作就是赚钱嘛。我虽然说不差钱，但是我得赚钱呢，对吧？他就去了，然后呢，就没想到就这么火，对吧？然后那个演赵刚的那个演员叫何正军，不是什么的啊，我也忘了，对吧？演赵刚那个演员推荐演那个吕布的那个，是吧？张光北老师来演，也是啊，就是不想演。看完剧本之后，你一定要让我演这个角色啊，对吧？这个有的时候好剧本就确实是屌啊。好，我先把苹果吃了啊，这苹果不吃完确实是。啊，82年的苹果是吧？啊。我适合演什么啊？我适合演什么呢？我跟大家伙讲一下，我适合演那种就是舔狗。现在啊，就不用演，往那一杵就是，知道吧？就是有那种海王，女海王啊，女海王，有那种什么绿茶婊，然后我跟她处对象，然后呢，我对吧？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啊？好，感谢我们的海棠哥一首《星光水母》，然后外加一个锦鲤啊，多谢支持。有一天我拍段子啊，然后导演让我演什么？演渣男。演渣男，兄弟们啊，我拍了大概是3个小时吧，大概是3个小时，然后过了能有1个多月之后，我收到了一个消息，那个导演拿着我拍完的那个素材，然后放到 iDos 啊，放到那个 Premiere 里啊，也就是剪辑软件里，剪了大概1个星期，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。这个视频我不要了啊！这个视频我不要了，就是我发现这个视频精神病啊！当时我就说你别给删了吧，以后我狼还得火呢啊，对吧？第一我狼还得火呢，第二你不要了拿来做鬼畜啊，对吧？什么视频能让一个导演看完了之后发现1个镜头都用不了，直接撇了，浪费了那么多小时时间去拍，然后1个镜头都不要了，没了。不要了，没了，这个情节没有了啊！是什么原因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想说，那个拿出来，我感觉豆瓣评分怎么得9.5分以上，真的，你不拿出来不知道，真的，你懂吧？啊！好，感谢你女朋友不可以揍我吧？赠送的我1只有办卡啊！啊，兔子捡那就是捡鬼畜了，那真的是鬼畜哦。好，
来，其实啊，这个视频呢，它为什么是一币不是一命呢？有点点背啊，我只能说点背吧。其实正常啊，如果去真高手的话，玩这个游戏，马超是可以打进 BCD 一币啊，进 BCD 还能一币的啊，甚至可以把气儿都进了，就是不练必杀，野火燎原都不练的，可以的啊。手机上剪辑软件，哎，不用想了。现在啊，你记住啊，软件现在都没有用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要学技术，你要现在练技术，对吧？你就好好学专业的技术啊，花钱学的那种技术。你要是想做内容，无论什么软件都可以用啊，只要你的内容好，怎么都行啊，怎么都行。就你得看清楚这个事儿啊。有地方必须要跳的，前手啊，前手是可以跳的呀，啊，马超有一个前手啊，为了专心听狼哥解说，我把工作都辞了。那你是怎么给我送办卡的，兄弟啊？你这办卡6块钱，说难听点，你不得买碗麻辣烫吃？6元麻辣烫啊，对吧？而且你吧送了3手办卡，18块钱，18块钱在我们这儿啊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变成23了啊！就在前年啊，就在前年，我告诉你，18块钱可以吃什么？吃一个自助饺子啊，那个小婆娘自助水饺，现在已经黄了啊！但我告诉你，确实在前年2019年的时候是18块钱。这18块钱，18块钱自助水饺，吃一把啊！而且你不要以为自助水饺是光吃水饺，里面还有一些什么辣炒，还有红肠啊，还有什么猪肝，对吧？什么炖菜。想当年我们对吧？我们一家4口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我们去吃一顿大概也就花70块钱，对不对啊？现在在牡丹江有一个最神奇的吃的地方，叫什么呢？叫水煮鱼。但是这2天涨价了，我突然不想去了。前一阵啊，就是它这个自助啊，叫水煮鱼自助串香啊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是这样的，你花33块钱每团团购一个，然后再花5块钱买那个调料费底料费，说白了啊是33块9啊，变成了38块9啊，就是39块钱。39块钱自助水煮鱼串香火锅，里面是什么呢？里面是什么呢？是这样的啊，首先给你端上一个锅，这个锅可以是鸳鸯的啊，你可以不吃辣的啊。然后呢，水煮鱼无限上啊，首先你可以要几份水煮鱼，吃完了你可以再让它再加一份水煮鱼，等等啊，懂吧？懂这个意思吧？加水煮鱼。然后呢，吃完之后你可以随时加鱼的情况下，有串香啊，什么牛肉串里面夹着那个什么。剁椒啊，剁椒，还有什么各种什么霸王牛肉之类的啊，还有各种蔬菜啊、豆制品啊，就不说了。然后呢，饮料免费，啤酒是分2种，一种是免费的啤酒，就是那种就我们这儿叫天湖骄子啊，说白了就是那个就是基本上自助餐都是免费送那种啊，但是也不是特别难喝，反正是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正常收费啊，当然正常收费呢你可以不喝嘛，对吧？然后呢这个。有水果，有时候有西瓜，有的时候西瓜贵呢，就给你整点什么梨呀，整点什么橘子呀、小西红柿啊、哈密瓜之类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如果说不喜欢吃串香，它那个冰柜里面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肉，羊肉、牛肉这种，38块9毛钱啊，对，反正就这个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说的啊，反正就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我跟大家伙说一下，那个好仙人指路这一下血量非常多啊，跟大家伙讲一下要不要仙人指路，跳回来前手。我跟大家伙这么说吧，为什么我说它便宜呢啊？首先呢，我去他家吃，我先吃的是什么？是水煮鱼。我一个人去吃水煮鱼，2个人去吃水煮鱼，我买水煮鱼去一个专门水煮鱼的店花76块钱、78块钱才能买这么一份儿。然后呢，这一份只有水煮鱼豆芽，然后鱼，对吧？你吃了吃不了，就这一盆就得70多你懂吧？
如果再碰见一个跟你一起吃的人，两个人还吃不了，两个人还吃不饱，对吧？对吧？你还得点米饭，还得再点个菜吧，这100多块钱进去了啊，100多块钱就进去了，两个人，对不对？你还点米饭还3块钱一碗，对吧？那你在那儿吃的话啊，不仅你们可以吃到其他的菜品，还有水煮鱼，而且那个水煮鱼还挺好吃，我觉得完全是不比那些差啊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这2天我去它涨价了。它从39块钱左右涨到了44块钱，就是升涨了5块钱，我瞬间就觉得不想去吃了啊！就这5块钱我就不想去吃了啊！我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，能晓得吧？啊！我没开到那个，我没开自助餐，我开什么自助餐？没有啊！好，迪顿呆 ，Go Go Go，Hurry up！ 好，有本事闯火牛阵啊！有本事闯火牛阵。那确实是比70多划算呢，对吧？你要是最开始那个价，它就是比70多划算啊，对吧？喝啤酒还不要钱，它那个叫，你看我们正常啤酒叫花河啤酒，它那个啤酒叫花河之天之骄子，听这个名字吧，好像挺屌的样子，但其实呢就是免费啤酒。不过我只能告诉你啊，那个啤酒说难听点啊，确实是免费的，你可以随便喝，但这个啤酒呢，如果让我品的话，在冰镇的情况下，那个啤酒是值钱的，我觉得挺好喝的啊，我觉得可以。那个酒呢，按照我的理解，大概是能，你要是说正常要是成箱买，1.5块一瓶，我觉得不亏，真的相信我，我觉得不亏啊，因为那个啤酒是对吧，一瓶是3块嘛啊，3块钱。我们这个确实啊，我这就是便宜啊。然后最近我一直想吃那个什么，一直我都想吃那个日料嘛，但这边日料呢，虽然说也没那么贵，但是也不便宜了，对吧？那个日料分为3个档，一个是158一位的自助啊，一个是这个202，还有一个是一个是222，还有一个是308，好像是，就是这么个价位。相比于那个日料自助的话，有很多地方都有700-800块钱的啊，500-600块钱的它都有。我在上海吃那个万岛是吧？吃那个万岛的话是470多块钱，我记得是啊，好像是470多，反正500块钱呗，就相当于吃的非常好啊。好，这个天师符不留着打那个什么吗？天师符不留着打那个左慈？咦？难道要跳左慈啊？跳左慈这事儿有点东西的，兄弟们啊！不，日料吧，不像你想的那么多啊。好的日料，除了那个生海鲜之外啊，对吧？除了海鲜，你像它有一些什么，你比如说你要吃到好的，有什么蓝鳍金枪鱼啊，有这个对吧？这个好的三文鱼啊，对吧？好位置的，再加上什么龙虾，然后甜虾、鳌虾。然后各种这个对吧？和牛啊，各种和牛级别虽然说肯定达不到 A5 啊，但是肯定是有的啊。和牛，然后再加什么呢？有的地方有河豚啊，对吧？再加上什么啊鲍鱼啊，什么对吧？海螺啊之类的啊，这种我特别喜欢的，那就更不用说了啊。我现在不是说喜不喜欢吃自助，你说我一个减肥成功的人，我为什么要去吃自助啊？我吃自助肯定是不合适的呀。但是我吃自助水煮鱼还好，因为鱼肉吃多点无所谓的，吃海鲜吃多了也无所谓的，啊，主要是好嘛，对吧？我喜欢吃海鲜的啊。河豚的话让你做，你敢做吗？你肯定不敢做，对不对？那一手河豚，外加那个什么，外加那个对吧？外加这个像有的海螺，有的扇贝，什么生蚝的，对吧？主要它货好啊，主要它比较新鲜的啊。好，万岛现在才428呀，我不知道，我在那个上海的那个虹桥吧，在上海虹桥那个枢纽那个地方，应该是虹桥新天地附近啊。
然后吃的。好，没打着，是那个灰色的。好，打死了一个铁莲花，再一个铁莲花，能不能打到？打到了，2下3下，哇！好，一个小白烫一下，再一个小白直接烫死，一个铁莲花红色。这太赖了啊！来看看路布，马超人送代号小礼物啊，对吧？马超有吕布之勇。好，来看看，一个多，耶！这就再不找人了，你不算分的，看不看见？你不算分，这一下你赖谁？对吧？你根本谁也不能赖的啊！这一个大劈瞬间就蒙圈了，看见？进 BCD 怎么打左慈？你不知道左慈有一个台吗？那个左慈对吧？那个左边左上角和右上角有一个台，你可以站在那台上打左慈啊。这对吧？你应该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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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，耶！再撇一下，我一个钱小脚丫，挣钱给我花，有点东西的啊！噔噔噔噔噔！啊，终于有属性剑了，真的，终于有属性剑了啊！好，雕虫小技，用这个电键可以把自己 A 出来啊，可以把自己 A 成被电模式，虽然说不费血。飞轮，我们看一下一个哦，啊，要跳，兄弟们，要跳，啊，可以可以，哦。陆逊还剩1丝血，要跳！傀儡麻麻，好的，赖逼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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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可以打死了，可以打死了，现在就可以打死了啊！有点太这左慈上来还得有可能还会再打你。啊，有可能，小的们看招！当当啷当当当啷当当，当当当啷当当。你女朋友不会揍我吧？你女朋友啊，不像我。我只会心疼哥哥。当当梆梆梆梆梆，不行，想吃日料想疯了，真的，我告诉你，吃日料这个事儿吧，最难受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自己吃，就是你自己吃吧。你自己吃，你感觉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你自己吃还不行啊！你自己去吃日料，这是靠谱吗？我觉得不靠谱啊！
然后呢，你带人去吃，你带谁呢？对吧？你带谁呢？好，这有干将剑打那个骑马的，一下就死啊，是真的过瘾。现在才19级，兄弟们，有可能会把自己 A 出备电模式啊！这19级实在太难受了。日料船吃过吗？你说的就是那个海鲜那个船呗？那玩意儿不是吃没吃过，它给你整个船没啥意义。说白了就是船上有点冰，让你那个冰镇一下，有这个吃的时候口感好，直接就放上芥末了。那玩意儿说白了，你的船给你搬上来了，等到你再吃，对吧？等你再吃，你再加的时候，对吧？他就不可能再给你上个船了，但是无所谓的。他那个船其实跟你他去歌厅、去夜店叫个果盘有什么区别？给你来个大船，上面放水果啊，对不对？当当当当当当，带别人家的媳妇儿，别人家的女朋友，我是那种人嘛啊。这些小宝用处是真大呀，兄弟们！这个小宝用处是真的大啊！我确实想吃，但是呢，无奈没有人陪我去吃。我还真带别人老婆去吃过一次啊，但是很正常，没有事儿啊，没有别的事儿啊，对吧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这个是我老师啊，我老师好吧啊，但是呢那个时候他还没结婚。他不停换剑什么意思？因为他没有到21级，如果他到21级的话，他就不会电到自己了啊。现在就是想吃蓝鳍金枪鱼，对吧？说难听点的，黄鳍也行啊。你不行啊，干脆了，你就给我整三文鱼吧。算了，三文鱼我不求了，来个鲷鱼吧，鲷鱼片好吧，好不好？啊，哎，我那些小伙伴叫都叫不出来。前一阵我请吃饭都不来，对吧？现在都渣都不行了啊。对吧？我那个哥们儿现在饭店那个装修，每天一睁眼好几千没了，一睁眼好几千没了，哪有心情请你吃饭，对不对啊？我另外一个哥们儿呢，对吧？我直播完几点？我直播完大概是1点钟左右，他下班2点啊。仙人指路啊，就这一下是哇！仙人指路接那个什么？哇！仙人指路接后前仙人指路。哇，这个路子是真狠，兄弟们，学会了没有？这个算单秒吗，兄弟们？这个算单秒吗？招安状，一个仙人指路接那个仙人指路，然后一个毒镖，大家伙都知道这肯定不算秒杀，但是看起来这么像秒的呢啊！噔，想吃龙虾。想吃大龙虾，小龙虾也行啊，现在啊，对吧？好，来看看。其实有的时候还不希望自己身上就是发那个小镖带火，你发小镖带火吧，就容易出现这种感觉，就是你一下把人打倒了，其实你想接招来着。其实最狠的还是兔子在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兔子现在在不在屋里啊？兔子在的时候有一个最狠的东西，叫什么呢？叫这个牛蹄3吃啊，相当牛逼啊！一个90多块钱的牛蹄啊，一个大牛蹄做成3种，2盘炒牛筋啊，然后一个牛蹄锅，然后两盘半牛蹄筋一共5盘菜，你自己再点个青菜，90多块钱啊。
来吧，好亮，那牌那么大啊，就相当屌的啊！耶嘿嘿嘿嘿！不是，他跟这个黄忠干上了啊，跟黄盖啊，跟黄盖是干上的，是黄盖。黄盖就是不上来，他看刀只会往下走，他不会往上走，看没见？好，噔噔噔噔，这人太龟了，毕竟是进血呀，兄弟们，这还是伪卡，这是算卡兵的啊，他不把地图走出来算卡兵的。这是伪对吧？这毕竟是进血呀，那肯定要稳的，对不对？1、2、3下蹲，1、2、3，哎，真的过瘾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。莫耶界，好，这一关相当于没费血啊。上一关打吕布的时候就这点血，没办法，眼瞅着，对吧？就这点血，对吧？你只有无伤，对吧？你只有无伤才能那啥，因为你要知道啊，现在，对吧？你要知道现在毕竟是已经是最后一关了，而且呢，只要再摸你一下你就死，轻轻摸你一下你就会死的啊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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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眼瞅打吕布升级了，那没算好分，那不能对吧？真正玩游戏，你要想对吧？那你就得把分算的，你不算这个分，你肯定是不行啊，对不对？那玩那个9197，连那个气儿都看，对吧？噔噔噔噔，哇，这个是真爽！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地方兵比较多啊，所以说他直接就清了。你看20级了，照样还会电到自己，这就是我说的啊，必须要21级才能不电到自己的啊。好了，捡起来。感觉这个屏幕在晃啊，不敢长气儿啊，真的。这马超爆发还是挺足的，你想想，马超一个那个什么啊，一个暴气仙人指路相当凶，但是他已经没有招安状了。直接进屋啊，直接进屋吧。进屋吧，老姑父，你这是比我呀啊！擦澡巾，我擦澡巾都不要啊，也捡不了是吗？啊！当当当。哎，隐身一，然后前腿他不倒，你看，我真鸡巴烂！哎，这就是玩，哎，隐身了还能电到自己，也是过分了啊！我都余孽了，我都余孽了，还能电到自己。好的，地盾书不要啊，有性格，我喜欢，好吧？地盾书都不要的啊。我想要太空人，看那个什么特别有意思啊，看那个叫，好，
干将剑，我也剑。好，不行吧？一个天盾书啊，有个雷，你看那个雷有的时候挺恶心的啊。啊，电2下，一个级，21级的兄弟们啊。好，直接前手，前腿，前腿，前腿，这都是套路啊。哎呀妈呀！早知道这么简单，兄弟们啊，咱玩的时候可没想到这么简单嘛！你看人家，你看看人家，你看看人家啊！当雷神锤还有加成，他没有雷神锤啊，他都没打貂蝉啊，他没去貂蝉密室，没打貂蝉，他连那个貂蝉那个地方都没进啊！你怎么有雷神锤呢啊？现在不用切剑了，现在不用切了啊！好哇，别那么卡呀！小狼好老油，我怎么老油条了？哪只眼睛看见我老油条了啊？你看看人家吴德贵，对不对？你是马驰啊？你是满长江的，满长江还潘长江呢啊？你是刘文葛是吧？拉倒吧啊！好，嚯！余孽一猜就是普通剑下蹲1 2 3，下蹲1 2 3，前线锁下蹲 A， 一个隐身衣能打这么多血量啊！但是呢，接下来就不好打了，他不能倒地啊，而且不倒地有时候他也会强制的，你看。强制练招，比如说他往中间一走，一个的就很难受了。哎，我猜到了，我就知道会被电死啊！知道吧？这就是我说的啊，很难受的啊。他隐身衣连着练可以的啊。太背了！打我给你，哎，又被炸一下。其实我想说啊，这个胖子也是立功了，就算刚才不死，这个胖子也会把他搞死。不过呢，这玩意儿你也知道的，你懂的啊。其实打这个曹操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，打曹操反而不难了，知道吧？难点是刚才司马这个地方，司马当火马1，对不对？好，余孽，前线撞，准备好要太圣丹经。傀儡娃娃，陆康九，仙人之怒，啊，好，哎，这个位置不好，好，可以这个位置，直接仙人指路，还要太性丹经，还变成了一只乌龟，啊，曹贼、奸贼、恶贼，啊。打到了一个追地，可以，哎，太背了啊！有可能一命的，不是那一下啊，其实被炸那一下也是意外的。他那个我就告诉你，他有点贪了。他如果隐身衣连着练，他不那么贪的话，不会被电的，兄弟们，真的你懂的啊。好的，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